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现在重庆的武隆区。去年我们在云南大山看到一个巨大的天坑，里面住了4户人家，他们大概在天坑底部住了70多年。我们现在身后这里同样是一个巨大的天坑，听说里面大概住了5户人家。不过呢，他们家族在这个天坑底部住了几百年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去里面了解一下，看看他们是如何生活，为什么不愿意搬出这种天坑。刚来到天坑这里，就碰到一位在坑底居住的老人，他今年60多岁了，在这里出生，在这里长大。他简单向我们描述了一下这个天坑居住的人，估计有500年左右，相当于他们传承了20多代人。有几百年了，这里面300年有没有300年都不止哈，有500年可能有，起码500都不止我们就按500年算，那不是传承了几十代人？500年按20岁一代，那差不多有25代人了。这个地方现在是5户人家，都剩下一些老年人，80多岁的有1个，60、70岁的有好几个。他应该是到外面赶场回来，都买了一些生活必需品。我们已经到了天坑的半中间，我们走云南的天坑也好，还是贵州的天坑也好，它下面如果住了人，一定会开垦土地的。你看这里就非常明显，一大片梯田。它这个梯田跟我们平时看的有点不一样，它全部是用那个石头弄成边，就是我们说的坎，防止水土流失。因为本身山是斜坡的嘛，它一定得弄坎，一层一层的弄成梯田。那么这个工程量肯定是非常大的，明显看到那个坎是属于石头砌成的，那就证明他们在这里生活了很多代。走到这个地方，我感觉跟我在云南走的那个武德天坑很相像，都是这样的小路，弄了一点水泥。这种天坑以前呢没被人熟知，可能就是简单的一个住着人的小村落，而被人熟知之后，走进了大家的视野。你像那个武德天坑，现在基本上每天都会有人去浏览参观。那这个天坑估计也有很多人，他们主要是聚集在那一块，里面呢还有一个大的洞穴。这个天坑是不通公路的，不过呢好就好在，只要走到坑的顶部就有马路，进出的话相对来说比我们在贵州看到一些天坑好一点。我去年年底在贵州看到一个天坑，它里面还住了几十户人家，是一个村落。那从天坑的底部到顶部有走2、3公里，还要爬山，就相对来说比较困难一点。而这里就好多了，从那里下来的不是很远。看看天坑的环境，我们在这里还能听到这个山顶有人在劳作的声音。云贵川大山特别多，我们尽管说这里是一个天坑，有人居住，其实在这个天坑上面呢，也是一座山，就是一个斜坡的，也有人居住。因为在云贵川大山里面呢，很难看到一个大面积的平地，从而呢，我们看到房屋呢都在那个山上面。你如果晚上来云贵川的话，可以到漫山遍地的灯光，包括湖北的西部也是如此。这里可能1户人家或者2户，那边可能3户。还看到一些人在菜园地里面忙活，因为春天来了嘛，他们大部分呢都开始要种植东西了。我们这个下面明显看到是进行过整理过的，应该也是种的东西。然后下面是很多菜园子，从那个顶部到下面可能有300多米。我们马路到这个下面可能150米左右吧，因为这边相对来讲是一个平缓的坡上去，所以说他们道路才会在这边开垦。你如果是在那里，是没法开垦的。到了夏天，这里应该是长满了农作物，不知道是种植小麦、玉米这些，还是其他的。这边全是人工弄好的，这些都是日积月累的。看到上面那个房子没有？我们就是从那里下来的。前面看到那个房屋，相对来说
比我们在其他天坑的看到的房屋好多了。它这个起码是砖结构，而我们在其他很多地方看到天坑，由于交通不便、运送不便，还是那些木头房屋。你像那边就有了，这2块也是新建的，那边就是木头的。在这个上面看到一个水窖，这个水应该属于灌溉的，大家仔细看看，这里是属于梯田，明显的看得出来是没有水的。从而呢，他们就修建了一个水窖，灌溉的时候用这些水。他们饮用水，等一下问一下，不知道是不是上面接下来的，还是打那个地下水。这个梯田真的震撼了。他们冬天的时候，这里全部是种植的菜，能够看得出有痕迹的。那么现在呢，把它弄走了。农村有一点，我也是经常跟大家说，菜是不愁的，冬天一种植菜呀，全部吃不完。这一家门口现在还有很多菜呀，看得清清楚楚。这个天坑没有我们在云南看到那个大，那里面的村民还养了一些牛，这里估计没有吧。我生怕再摔倒了，昨天爬一个地方也摔了一跤，还真是那边可能2户人家，这一块大概是3户人家。看到一位阿姨在劳动，应该是刚刚到菜园子嘛。他们这些土地都是靠人工翻过的，电是通了，水我估计也通了，还好，离上面不是太远，你可能走得快的话，5分钟能走到。如果老年人可能10几20分钟吧。这里是5户人家，我估计以前呢绝对不止，应该是有20户左右嘛。毕竟他说这里传承了很多年。刚刚去菜园子了是吧？哦，您住在这里是吧？这房子有多少年了五几年住的嘎，70年住弄个吧70年了。这个地方天坑住人有多少年了？那不晓得，说好几代人。有400、500年吗？听说？怕几好几百年，反正听我们那些爷爷那些都谈的话，我们爷爷都是90几过世的，他都不晓得前面住了好久那个地方。反正我刚才碰到一位大爷，他说有将近500年，应该有啊。那也差不多25代人在这里啊。那是挺久的。你们怎么不想着搬出去呢？没地方了，土地在这里了。就是土地在这里，搬出去就没土地了。这里现在通水通电了吧？电通电水呀，都是个人的，上面有图纸。我来里面看看，可以吧？可以。这个开始弄饭吃了。这个是属于玉米吗？玉米我们这个是熏的腊肉还是晒的？兄弟，那个块的。可以啊，你们这个生活好。是啊。那你们以前出去怎么办？走路啊。去赶集要多久？背肥料都要从那白马那个背起上来。从哪边背？从白马街上那个背起。要背多久过来？一背至少2个小时哦。那一天就是来回要4个小时。那是。那也不容易的。那你们上学也是在那个地方？以前都是我们娃儿那些读书都从那儿走到白马去读书，早上还早都把送进去。也要2个小时。这里以前有多少户人家？现在有5户吧？还有5户，总共13户人原来。在几十年前，这里大概是13户人家，现在呢搬走了8户，只留下5户。像这位大叔，他说他们家在这里传承了差不多25代人，500年。他还说有可能不止。这位大叔他今年60多岁了，按照他的说法，他爷爷当年是90多岁去世的，这样算起来，他们祖孙3代在这里都是居住了100多年。像这边的房屋，刚才那位大爷向我们说，他们的材料都是从那个山顶背下来的，因为这个地方它是没有公路嘛，都是这样的小路，只能每天挑一点，然后累积起来，开始建房屋了。都是在菜园子里忙活。差不多12点钟，在这里碰到一位当地的村民，还在去田间劳作，应该是要种植什么东西。原来是种植红薯，可能很多人喜欢吃红薯，
但是没有见过他是怎么栽种的。他是把这些红薯全部在田地里面摆放整齐，等着生根发芽，像旁边另外一位大叔把家里的那些红薯全部背到田地里面来。尽管身处在大山，但是这里的环境气候都还挺适宜的。现在住在这里的5户人家，相当于也是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。看完大家喜不喜欢这样的生活？如果是我的话，可能能够住几个月。